不是，現在這裡人非常開心的，雖然他把國民黨搞得亂七八糟、烏煙瘴氣，可是他現在非常開心的要去搞這個所謂的政協會，要跟習近平見面。但中間有幾個怪的東西，什麼怪的東西呢？第一個是，我不知道以前國民黨的這個所謂的黨主席去跟對岸的這個黨主席或者總書記見面的時候，你都要帶個記者團嘛？我今天做這麼大的動作，我要有燈光嘛，我要有這個聲音嘛，我要有人做記錄嘛，你一定要有個記者團，這樣浩浩蕩蕩，那我才威風嘛。沒有哦，所有的記者你直接跟國台辦，從來沒有一個這樣的事情。還有沒有一個立法委員跟在這邊？你說這中間哦，就可以凸顯鄭麗文這一次去跟以前的完全不一樣，而且他這次是有任務的，而且這次的任務是誰給的？是北京給的。寶大哥，鄭麗文這次出訪哦，我們先講哦，假設政協會真的會發生哦，他有出現一個狀況，什麼都對了。但什麼也都不对，什麼叫什麼都对了？首先，你看他說去江蘇、去上海，这個再去北京，對，所以按照這個行程哦，是從我們講外圍包圍中央，逐步的往天朝境界，所以這個流程是沒問題的。而且再來第二個，國台辦所發出的聲明是說，以代發，什麼叫代發？不是我國台辦邀請你，我代表習近平主席，我借由習近平主席授權我來跟你邀請。所以按照過往的常理，這個已經是板上釘釘的政協會，100%的政協會。但是來詭異的事情來了。陣仗，首先，請問一下有沒有商業借去？沒有，怪是哪裡呢？你知道國民黨怎麼說嗎？國民黨說，哦，是因為之前蕭旭岑帶人就去了。拜託一下，你今天是大老闆，如果說要去見，我當然去跟習近平鍍一身金，在中國我們講走跳，等於是我們金字扛棒，那怎麼會沒有人呢？代表中國那邊不要。在第二件事情，指定說，包括中常委，包括國民黨的立法委員，黨籍的立委。全部都不去，一個都沒有。是他指定說沒有要邀請他們去哦，不是說邀請他們不去哦，是當時在發出這個邀請函，就是說我們沒有邀這些人哦，是不是就怪了？只有找鄭麗文。你有沒有看過以前只要見習近平，不要講習近平，王滬寧的畫面就好了。那每一個排隊，大家都握手，那拍照，你一定要有所謂的財經啦、立委啦，這個所謂的政商兩邊以壯形色啊。對，那個叫壯大聲勢，就這次都沒有。怪在這邊，然後再來，我們講第三件事情，媒體團。你剛才講到媒體團，以前呢，媒體團是這樣子，中國那邊有誰處理？這一次講國台辦處理，對不對？他處理的是什麼？在地一些駐地記者。對，等於說我一些駐地的記者，我有一些本來就在中國的記者，我就會去處理。我們長期的跟中國往來，但是那個叫做代表在中國方面那邊協力的，但是在台灣這邊，我會帶一區人去，一大堆。越多越好，為什麼？因為你這些代表團代表說，我這些訊息全部傳遞回來是要給誰用的？給台灣這邊記者使用的。所以包括你一家公司，甚至要派2組，甚至派3組，甚至那個飯店都幫你處理好，整個記者全部處理，結果這次完全沒有。跟你講說，你要都要去找國台辦申請。我跟你講，這個是傳遞一個概念啦。你台灣這邊的訊息傳遞越少越好，所以代表他只這3個跡象，然後加上立法委員來，我一個解讀給你聽嘛。什麼叫記者越少越好？很顯而易見的，這一次去叫做功能型，不是宣傳型。什麼叫功能型，不是宣傳型？功能型就是我希望你國民黨當我的棋子，幫我做點什麼事情，但我知道我跟你建政協會之後，這個消息傳遞，如果你台灣大肆渲染的話，對你國民黨來講，死路一條嘛。而且我沒有需要嘛，我不是要來讓你做宣傳的嘛，我叫你來辦事的，辦事啊。那我要你辦什麼事嘞？不，这個你去跟長官，比如說今天早上8點9點哦，長官打電話說，來辦公室一下，請問一下，你會敲鑼打鼓說，趕快同事來哦，跟着回去辦公室？不會，不會。在第二件，你說什麼事情？立法委員那個特殊端倪嘛，我問一下，以前過去每次去訪中的時候，立法委員誰不希望誰去？想跟到不行啊！至少陳玉珍一定想跟，陳玉珍一定跟啊，傅崐萁一定想跟，他開着坦克也去跟啊。都中國我們講的這些離島的立委一定會去跟啊，就這次連去都沒得去，因為來，這就是他的任務。你剛才問的。他們今天在立法院要做什麼？我給各位一個提示哦，3月26號的時候，國防特別條例哦，已經呢交付朝野協商。寶大哥，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交付朝野協商，它叫做全案保留，裡面除了2個根本哦不痛不癢的條文之外，所有涉及到金額的叫做全案保留。來，3月26號交付朝野協商，冷凍期1個月，代表到4月底之前，完全在國防外交立委這邊都不會有任何變化。所以你今天國民黨立委要留在立法院幹嘛？你要辦正事嘛，你要壓陣嘛。你不管是在朝野協商上的表態，不管你是要鬧，或者是你說3800立加 N， 我需要你透過鄭麗文來到中國這邊，我讓你的國民黨立委在台灣好好把這件事情辦着。而且這是跟誰對標？跟美國對標嘛。還記不記得前陣子為什麼美國人突然間衝來，參眾議員都來了？美國來的時間點是在什麼時候？也是在那個送交朝野協商的時候，等於是美國人來講說，拜託你哈，我知道你在拖。你不要再給我弄了，什麼 LOA 什麼相關的預算，你就給我弄下去，不要再給我拖。你當大家看不懂遊戲規則嗎？結果當美國人一來之後，不管你是說介入到國民黨內部所謂的馬英九的辦公室事件，或者是國民黨盧秀燕她的表態說我們要8000億一兆，
中國當然要相對應的在第一個時間點，你來的瞬間，我馬上跟你做對盤。所以現在整個角力場是在中國國民黨裡面尬嘛。但鄭麗文這樣是什麼？在我看來，如果說盧秀燕是美國打出來的，算是一個 S 的話，鄭麗文就是中國的紅心大老二。打下去跟你講說，今天當他來到這邊，我反問一件事情啊，你國民黨敢在立法院造反嗎？不敢嗎？敢在那邊加速嗎？你加速之後，鄭麗文連習近平都見不到，搞不好到時候見一個我們講國台辦主任就給你偷笑了。所以這理由很簡單，否則把。所以你說最後一張牌是習近平見不見你，就看你的表現。你今天鄭麗文來我這裡的時候，能不能讓你在國民党的立法委員在立法院幫我做事？你如果做得好，我就見你面；如果你做不好，我不見你。鎖保險，他鎖住鄭麗文的保險，說我賭你不敢亂來，因為你今天當然我是用我身份邀請你，所以你一定要見我。但是我反問一件事情，習近平有可能在說啊，國民黨在立法院通過軍購，總共8000億1兆，然後呢我還跟你見，那丟臉的不是習近平嗎？所以他鎖住這保險的時候要確保一件事情。不是說我今天呢有可能不會見，而是我要用我的臉面賣我的面子，確保你鄭麗文，確保你國民黨在立法院會給我乖乖聽話，不敢忤逆。所以吳董沒有想到鄭麗文去這個中國，還有美國參方醫院來台灣，還有包括馬英九辦公室的事情，他全部都在一起，那根本就是美中在台灣大對決。我從一開始就認為說這個是中美之間的灰色作戰，在台灣是戰場嘛，那這個鄭麗文是這個角色之一啊。但是剛剛宇軒講的一個問題，說在國防外交委員會如果是凍結期1個月的話，那就不會處理了。那不會處理，那就是剛好是鄭麗文去跟回來的時間了，所以鄭麗文是安全過關了。所以在台灣沒有討論這個議題的可能性嘛，這是第一點。而第二點來講的話，那立法委員當然不能去啊，因為這個在凍結期的過程當中，中間很多機密資料，你知道吧？因為機密資料，你媽一去那邊，他媽到時候他用台灣回来就用反滲透法辦你啊，那開什麼玩笑啊？所以也有反滲透法的問題啊，這個是最敏感的東西，這是第二點的東西。然後第三點來講的話，這個鄭麗文會提前，因為我一直認為鄭麗文不可能去了嘛。我認為不可能去的理由非常簡單，就是馬英九要停止兩岸交流，然後送到法院去裁判。要判決這個事情，會把過去馬英九的過程中的一些機密跟對岸的機密資料會外洩。我有這個曝光外洩的可能性的話，怎麼可能讓鄭麗文去呢？結果沒有想到這個事情大反轉嘛，所以很多人罵我說：“哎，吳子嘉又翻車了，又猜錯了，搞錯了嘛！”因為兩岸關係的交流，我們之間的交往，結果在法官面前曝光，我靠，那搞個屁呀，對不對？所以中共一定要做緊急處理嘛。這結果你看到沒有？馬英九的這個整個訴訟案件停止沒有了，對吧？只有剩金溥聰跑去刑警大隊告案，他媽什麼玩意抓小偷嘛，變成這樣，從抓匪諜變成抓小偷，案情急轉，對，所以這風險控管了嘛，對不對？然後馬上開始幹什麼？他馬上切斷馬英九這條線，立刻鞏固兩岸的這個兩岸基本盤嘛，馬上叫這個中國國民党主席過去嘛。所以他的目的沒有錯，是功能性，但是是危機處理的功能性。所以他鞏固兩岸關係嘛，鞏固這個中台關係的基本盤。為什麼？因為他堅信這個馬英九後面停止兩岸交流的人就是美國操盤。這就是美國搞兩岸的嘛，美國在搞美國出手了，美國搞顛覆嘛。你美國搞顛覆，我在反制你嘛。美國搞完顛覆，馬上派參議員過來嘛，所以我故意等你參議員到台灣那天，我宣布，我馬上反制你嘛，這是一個整個鬥爭的過程嘛。所以大家在講我的時候，其實是那個時候我有一個基礎的理論，他們搞不清楚，你知道吧？所以好，那現在去了，我當然要掌控嘛，他管控，因為什麼？被馬英九嚇死了。馬英九健康情況不好，什麼都亂講，我大概驚死啊！怎麼他給你去派記者，神經病啊！全程給你監控的嘛，他怎麼給你派人呢？他是讓你把這個橋段給我走完，到江蘇看1、2、3個點，你的那個講什麼話，講好1、2、3話講完了就回家，不准拍，我幫你拍好。你不是國民黨的黨主席嗎？國民黨黨主席對他來講的話，你是你想要來的，又不是我求你來。那個全程管控，他是為了管控才不讓你記者來啊。如果他不管控，讓你開放記者，不是一個禮遇嗎？對。他為什麼那麼高的禮遇？但是他所有用國台辦管理的非常好，所以在整個的過程，然後你每一段講什麼話，
通通都已經把腳本布好了嘛，所以曾麗文他根本沒有經驗嘛。曾麗文以為他還能夠到大陸去當這個網紅嘛，就跟館長一樣啊，去大陸直播啊。曾麗文現在飛了，他說我要見賴清德，我要去美國，我習近平見完以後，我誰都可以見了。最好笑的是，我看到昨天館長在抱怨啊，館長說曾麗文答應我帶我去見習近平啊。那這裡把館長丟包，那館長都不懂嘛。曾麗文沒有權利決定任何一個來賓嘛，當然是國台辦，當然是習辦決定的嘛。那整個是一個戲，但戲到最後一天是關鍵戲。關鍵戲就我現在猜到前面，大家來看看對不對嘛？就兩個東西嘛，一個反對台獨嘛，一個反對軍售嘛，這兩個講完就好了，講完你就回家了，等你出來困了，誰可以困了。哇，你還來幹什麼？小平剛剛講的，現在這感覺到說，現在在戰場居然在國民黨內，而且國民黨內親美親中的勢力兩邊都在拔河。這個親共比較紅統力量，那是很強大。哦，看主席投票的結果誰贏啊？還是有紅統力量？是越深藍越紅統的力量，因為這種細胞核的力量是特別強大的，細胞質2倍大，力量還是小嘛。然後還有啊，就是盧秀燕為首的那個9000億的，對，這個叫親美派，壓得過嗎？買武器。我覺得不容易哎呦，我覺得你說盧秀燕跟曾麗文在立法院拼，不一定會贏得了。不，3800加 N 多少跟9000，不見得誰贏誰輸。你有沒有看曾麗文說去完大陸要去哪裡？美國。美國他是那到時候要聽美國還是聽大陸的？不是，你要看他過多少美國才見你啊？過9000見你，過3800加 N 不會見你啊？都是假的。所以說一切都是錢，好吧？都是武器，你要多少錢過嘛？那今天。盧秀燕從來幾乎這輩子沒有表態過意識形態，這次你知道為什麼要講9000億？為什麼？他選總統啊，他一定要親美，我才有得選，不然我怎麼選？我碰都不要碰啊！你這樣講的話，你現在盧秀燕的這一幫，你不一定壓得過曾麗文啊。不一定，我覺得未定之天。我覺得關鍵是傅崐萁，傅崐萁叫了動這些叫青壯的不要太用力，徐小青等。所以關鍵，我們看傅崐萁我覺得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歡迎你抖內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團隊製作更好的精彩內容。而你的超級留言，我都會認真看的。57台每晚9點，寶潔點兵點出全球戰略新布局。